在美国一个宁静小镇上，有一对名叫乔马蒂尼茨和帕蒂马蒂尼茨的夫妇。他们是当地的政商名流，生活看似完美。他们住在一栋宽敞的别墅里，又有一辆豪华汽车。他们的社交圈子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然而在他们辉煌的外表下，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惊为天人的秘密。大家好，我是布莱德瑞。乔马蒂尼茨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他在房地产领域取得了大量的成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和帕蒂马蒂尼茨结婚已经很多年了，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是镇上的模范夫妻。然而就在朋友们以为他们的生活完美无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改变了一切。多年前，乔马蒂尼茨的生活开始迅速崩溃，他突然染上了一种严重的药瘾，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毒品成为了他生活的主宰。他的事业开始一落千丈，朋友们也逐渐疏远了他。他的亲人和朋友们都试图帮助他，但他似乎已经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乔马蒂尼茨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陷入这种境地。在尝试着戒断毒瘾的时候，总是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在他耳边低语，警告他的生活正在朝着地狱的方向走去。他的声音灵深处充满了黑暗和恐惧。帕蒂马蒂尼茨一直是他坚强的后盾，尽管面临着丈夫逐渐承认的威胁，她也没有离开他，而是坚定地支持着他。她相信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值得拯救的灵魂。她不停地鼓励他，帮他寻找戒除毒瘾的途径。在帕蒂的支持下，乔马蒂尼茨终于决定彻底地戒除毒瘾。他开始接受健康治疗，逐渐重建他的生活。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某一天，他们参加了一位朋友的50岁生日宴会。宴会是在一座华丽的庄园里举行，气氛非常热烈，朋友们一起欢笑着，去庆祝着这个特殊的时刻。当晚的活动包括拍照留念，摄影师专门来到宴会现场，为每对夫妇拍摄合照，以作为珍贵的回忆。当摄影师来到乔马蒂尼茨夫妇面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整装待发，准备照下美好的瞬间。摄影师确定附近没有人经过，也没有任何其他物体会干扰照片的质量，然后他就按下了快门。宴会结束后，照片被送去冲洗。乔马蒂尼茨夫妇和其他朋友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些美丽的合照，他们希望能够永远保存这个特殊时刻的回忆。然而当照片冲洗出来的那一刻，他们的心情骤然一变。他们在照片中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在他们的身后有一条巨大且长相恐怖的生物。这个生物看起来像是一条狗，但它有着狰狞的面容、血红的眼睛和燃烧火焰般的四肢。乔马蒂尼茨夫妇和其他朋友们都震惊不已，因为摄影师在拍摄照片的时候明明就确认周围并没有人或者是动物。他们再三检查照片，确保没有任何的干扰。最初他们以为这只是相片重复曝光或是摄影记录的失误，但这张照片越看越觉得很不可思议。乔马蒂尼茨和帕蒂马蒂尼茨对这张照片感到极度的不安，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诡异的现象。他们迅速决定咨询一位他们认识拥有灵异体质的朋友，希望能够找到答案。这位朋友是镇上的一位神秘人物，他以解读超自然现象和连接灵界的能力而闻名。他答应帮助他们解开这个谜团。当他们把照片带给朋友的时候，他仔细观察了照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最终他轻声说道：这照片的背后正是传说中的地狱犬。这个名字让乔马蒂尼茨夫妇感到毛骨悚然。他们向朋友详细了解了地狱犬的传说。朋友告诉他们，地狱犬是一种古老的超自然生物，据说他们是地狱的守护者，负责守卫着地狱的门户。这些生物常常被描述为巨大的黑狗，
有着火焰般的眼睛，是死亡和邪恶的象征。更令乔马丁尼斯夫妇感到不安的是，朋友认为乔马丁尼斯很有可能就是遭受了地狱犬的诅咒。换句话说，地狱犬的出现可能就是一种警告，暗示着乔马丁尼斯的生活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但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他们不知道是谁对乔马丁尼斯下这个可怕的诅咒，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来威胁他。在得知自己可能中了地狱犬的诅咒后，乔马丁尼斯急切地寻求着解除诅咒的方法。他问朋友是否能帮助他找到下诅咒的人，但朋友告诉他，这并不容易，因为诅咒的源头隐藏得很深，没有办法追溯到具体的人。然而朋友也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希望，他告诉乔马丁尼斯，地狱犬存在于不同的时空和空间，他们无法直接伤害这个世界的人类，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诱惑人类，导致他们死亡，然后成为地狱犬的祭品。解除诅咒的方法就是尽量不去理会地狱犬，不与之互动，时间一久，诅咒就会逐渐减弱，最终诅咒就会消失。这个方法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对于乔马丁尼斯来说，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愿意尝试用任何方法来解除诅咒，以保护自己和他的家庭。自从得知自己可能中了地狱犬的诅咒后，乔马丁尼斯把那张神秘的照片每天都随身携带，他将照片放在钱包里，每天都会翻看，以提醒自己不要受到地狱犬的诱惑。帕蒂马丁尼斯也时刻关注着丈夫，确保他不会再次成人。一天天过去了，乔马丁尼斯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坚定地遵循着朋友的建议，尽量不去理会地狱犬的存在。他身体也逐渐康复，事业也逐渐步入正轨。他感到自己重新获得了控制权。然而，他仍然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对他怀有如此大的仇恨，竟然要用如此可怕的方式来诅咒他。他深陷于对诅咒源头的猜测和怀疑之中，他一直没有找到确凿的答案。乔马丁尼斯夫妇的经历引起了当地社区的轰动，他们的朋友听闻这个令人不安的故事，纷纷前来探讨和支持。然而也有些人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他们认为这张照片可能是伪造的，就是用来引起轰动。尽管有些人对故事提出了质疑，但许多有经验的摄影师却对照片真实性表示支持。其中一位名叫约翰·达文波特的摄影师拥有20年的摄影经验，他表示这张照片具有绝对的真实性。根据他的经验，他认为几乎无法伪造，特别是在当时后期制作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约翰·达文波特的支持也为这个神秘的故事增加了可信度。与此同时，故事中的地狱犬照片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和调查。专家们都试图解释照片中的现象，但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能够完全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一些人开始将这个故事与当地的超自然传说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张照片中的地狱犬可能就是与当地神话和传说有相关的存在。有人甚至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这种诅咒可能与当地某个神秘事件有关，但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时间还在不停地流逝，乔马丁尼斯夫妇的生活也在逐渐回归正轨。乔马丁尼斯终于戒除了毒瘾，他的事业重新蓬勃发展。帕蒂马丁尼茨一直是他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爱情也更加坚定。他们一人将那张诅咒的照片随身携带，作为一种提醒他们不要受到地狱犬的诱惑，因为他们也知道，只要坚持不去理会，时间会逐渐削弱诅咒的力量，最终诅咒就一定会消失。然而乔马丁尼茨一直也没有放弃寻找诅咒的源头，尽管他的生活已经步入了正轨，但他仍然渴望找到那个曾经威胁他生命中的敌人。他不断追溯线索，与当地的神秘学家和调查员合作，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乔马丁尼斯夫妇的故事仍然是一个谜团，尽管他们的生活现在已经回到了当初的模样，
但那张地狱犬的照片仍然是他们生活中永远无法摆脱的阴影。他们继续与当地的超自然现象和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诅咒的源头。这故事中的地狱犬照片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人的兴趣，成为了一个传奇，甚至成为了后来微笑狗都市传说的源头。关于微笑狗的故事，其实是一张在1990年左右广泛流传在社交网络上的一张呲牙咧嘴、带着十分诡异微笑的哈士奇的图片。经过多年的传播，在全球各地都出现过。类似图片的共同点就是画面中所有的狗狗都面带微笑，但是所处的场景却非常的怪异恐怖。就大多数人看来，微笑狗不过就是一张变异的狗狗加上了些许恐怖元素的画面而已，利用血红的颜色和背景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氛围。但是这则传说背后的故事，我想有机会咱们还可以别忘了你要回什么英雄